試下想像，如果你今日咧失去咗所有你依家擁有嘅嘢，錢啦、地位啦、事業啦，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將佢哋重新賺翻嚟？你有冇信心呢？幾年前問我呢個問題咧，其實我自己應該答唔出嚟。我花咗30幾年嘅時間咧，都係最近先至知道答案。有啲人佢嘅原生家庭咧本身就係好富裕嘅，佢哋屋企人咧喺資源上面咧俾咗佢哋好多嘅支持。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接受好多種嘅栽培啦，所以佢哋可以直接跳過好多惡劣嘅成長環境。咁我喺銀行做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同事咧都出身都幾好。當然啦，因為佢哋本身屋企嘅資源好足夠，由細開始培育佢哋，自然咧大個咗咧就比較容易考入呢啲咁大型嘅企業嗰度做嘢啦。不過全世界都一樣嘅，有錢嘅人或者地位優越嘅人咧，其實喺社會上面，佢哋永遠都係佔一個比較細嘅比數。好多人其實咧都係草根階層出身，包括我自己，所以我都好理解點解我成日都收到好多人問同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啦，如果我係一個草根出身嘅人，點樣可以由零開始變成財務自由、千萬億萬富豪呢？我想話其實咧，我嘅原生家庭咧係好複雜嘅。由16歲仲喺度讀書嘅時候咧，放咗學咧我就走去餐廳度做侍應打工噶啦。咁考完試嗰年咧嘅暑假，等緊放榜嘅期間咧，我亦都揾咗咧 waitress 呢啲咁嘅工咧去生活。咁嗰一年咧，我亦都租咗人生嘅第一間屋，就係一個喺圍村裏面嘅村屋，月租咧係2000蚊港紙。咁當時咧我好需要錢嘅。咁而嗰一份咧係 part time 嘅 waitress 啦，不過我自己都好努力去做。咁經理咧就覺得我做得幾好喎，咁佢就問我：你要唔要跑多幾個鐘啊？我就話好啊。咁結果咧，佢每日俾我嘅間數咧同 full time 一樣，每日做10個鐘，有落場，一星期咧休息1日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又突然之間問我：你要唔要轉長工啊？我覺得你做得幾好。佢問我放榜之後咧，我仲會唔會讀書？嗰一刻其實我講大話咯，我就話啦，你睇我樣都唔似係會讀書噶啦，我就唔會再讀噶啦。放榜之後，因為我嗰陣時想轉長工，轉長工嘅唯一原因係因為錢，佢每個月咧係多2000蚊嘅。不過為咗呢2000蚊咧，我就同佢講大話，放榜之後我會翻去咧繼續讀書嘅。咁嗰陣時咧，餐廳係收好夜噶嘛。做完所有嘢清潔咧都11點，翻到屋企咧係講緊12點幾至1點啦凌晨。條路咧圍村嘅路好黑，就算入到圍村裏面咧，仲要行多一段時間咧，先去到我住嗰間村屋度。我仲記得嗰陣時咧係四周圍好多曱甴嘅，咁同時我又好怕黑，又好怕危險喎。有時候咧，我一落小巴就開始跑，用盡氣力，一個女仔喺黑夜裡面跑。咁雖然我應該後面就冇人嘅，但係咧我都不自覺咁樣咧不斷跑嘅時候，同一時間咧擰轉個頭睇下有冇人跟住我。而試過好幾次，其實我擰轉頭嘅時候咧，我同一時間我嘅眼淚係流咗出嚟，好辛苦。咁喺工作期間咧，西餐廳嚟嘅，嗰啲碗碟好重，除咗拖地之外咧，我仲會做埋啲搬凳啊、搬台嗰啲嘢，好重嗰啲嘢全部。好粗重，我記得嗰陣時我係做到呢隻手，左手呢隻手腕咧，呢度係扭傷咗。我自己咧就由16歲開始咧就一直打工冇停過。中途咧其實我有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嘅，但喺外國咧亦都有做一啲咧好粗重嘅體力工作。咁一直係半工讀咁樣做啦，咁然後咧就做正職啦，係直到去2020年嗰年咧。我財務自由，我就真正係冇做嘢啦。咁其實我唔怕老實同你哋講，其實做 YouTube 咧好辛苦。我唔係講大話，去到琴日我都仲不停咁樣同自己講，不如算啦，唔好做啦，咁辛苦。呢啲咁嘅聲音啊，由我第一日做 YouTube 嘅時候咧，一直都冇離開過，不停咁樣去說服自己。尤其是當我覺得好辛苦嘅時候咧，第一個反應就係要逃避、離開。投訴，但係最近咧，我突然間諗通咗，我發覺咧，以前咁多年嘅日子，好辛苦、恐懼、失望、傷心、失敗，其實都係我需要。因為冇16歲嘅我，就唔會有喺銀行做嘢嘅我；冇喺銀行做嘢嘅我，就唔會有依家財經 YouTuber 嘅我；而冇我今日喺 YouTube 上面對嘅壓力同埋質疑自己嘅經歷咧，就冇聽日同埋將來嘅我。所以如果你問我有冇一個快嘅方法，例如俾你一個股票 number， 你可以即刻成為一個富豪呢？我會講話冇。有嘅話咧，你真係賭贏咗。如果你冇一個理財嘅知識，冇一個投資嘅經驗，你好快會將你贏到嘅錢咧，再輸翻晒出去。如果你依家係由零開始，冇任何錢嘅人，
連生活都成問題嘅話，我會建議你唔好去投資喺股票市場。你一定要係揾一份工，任何嘅嘢你都可以做，先生活咗先糊口，有飯食，有地方住，然後再用你僅有一少少嘅錢，嗰少少嘅錢買一本書。任何可以增值自己技能嘅書，你先係你自己嘅最佳資產。投資喺你自己身上，只要你將你嘅技能提升，你嘅收入咧先會提升。而將你嘅技能成為你主要嘅收入來源，而唔係通過賭博同埋運氣獲得你依家嘅收入。所以你要戒咗一夜致富嘅想法，因為咧提升技能咧係需要時間去累積，呢個係快唔嚟嘅嘢。亦都唔好妄想自己喺擁有所有成為有錢人嘅條件之前咧，去變成有錢人。所以你見到有錢人嘅時候，你唔應該去仇富，你不如去問下呢個咁有錢嘅人，佢係做緊啲乜嘢？佢係點樣買到呢部車，同埋點樣買到呢間屋？問下佢過去10年佢喺度做緊乜嘢？我明白出身喺最底層、好草根嘅基層嚟講，成個經驗係好可怕。但係只要你肯堅持唔放棄嘅話，不斷咁樣提升你自己嘅技能，其實你每一日咧都會進步一少少。一啲啲咁回應翻我頭先第一個嘅問題，就係如果你今日失去咗你所有擁有嘅錢、地位、事業，你可唔可以將佢重新賺翻嚟呢？我呢幾個月咧先可以領悟到呢個答案。我對自己嘅答案係可以嘅，因為呢啲日子我從來冇白過。我曾經遇到嘅嗰啲人、嗰啲故事，我經歷過，一啲事情令我喊過，有啲嘢令我煩惱、憂心過。其實呢啲經驗就係我最值錢嘅資產。而喺咁多年嚟，我學到嘅技能唔會再係喺依附喺任何嘅公司企業裏面，而係喺我嘅骨裏面，喺我嘅人裏面。你可以拎走晒我所有嘅錢，但係拎唔走我嘅技能。我係唔再需要靠運氣將呢啲錢同埋地位賺翻嚟。去到今時今日，我仍然喺度做緊 YouTube， 係因為我發現 YouTube 同埋社交媒體上面咧，係可以令我學到另一種嘅技能。成個過程係好唔容易，當中我都同你哋提過係有對自己好多質疑，亦都好容易打擊到自己自信。不過就係咁啊，如果係好容易學到嘅技能，就人人都可以做到啦。所以咧，做 YouTube 係非常之有挑戰性。但係呢個喺社交媒體裏面學到嘅技能咧，學到之後就係我自己嘅啦，係冇人可以攞得翻嘅。所以我會話，如果你係出身於一個好富裕嘅家庭，令你可以企喺人上人嘅地位，呢一個係你好彩。但係如果你係出身於一個草根，必須要經歷恐懼、傷心、充滿挑戰嘅人生呢，我可以話呢一個係對你嘅一個祝福，而唔係所有人都可以經歷到呢個環境。但我認為呢啲經驗係必須要經歷嘅。咁究竟我點樣可以由零再重新開始呢？其實每一次當我諗住係放棄嘅時候呢，我都會諗翻起嗰一年咁多個夜晚，我喺黑夜裏面呢，用盡氣力去跑嘅情景，嗰條好多曱甴嘅路。其實嗰年嘅經歷呢，已經成為我嘅烙印啊，已經係變成一種求生嘅渴望。我唔會再想翻去嗰條路，而呢啲咁嘅諗法，正正就係推動緊我自己繼續向上嘅動力。第二，我嘅內在技能咧，喺銀行學到嘅金融知識同埋投資經驗等等嘅知識，同埋依家喺社交媒體上面學到嘅新技能，其實都冇人可以攞走到。如果我真係要失去所有嘢嘅話，我根本就會知道我下一步應該要點樣做。我其實自己已經有所有嘅藍圖咧喺我腦裏面嘅啦。其實我本身咧就想咧去到呢度咧我就完嘅啦呢段影片。但係咧講到去技能嘅時候咧，我想話唔係所有嘅技能咧都係平等嘅。而喺我腦裏面咧，其實我係認為有某一啲嘅特別技能咧，我覺得係好值得學習，同埋係可以直接提升你嘅收入嘅。所以如果你想我做另一段影片去分享嘅話咧，就喺下面留言啦。希望我今日段影片咧幫到你。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記得 click 埋個訂閱啦，同埋 lik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